大家好，我是阿俊啊。今天来给大家开这条火腿。那么好多朋友呢问我说，这个火腿放了5年8年以后，口味怎么样？吃起来是不是会更好吃？那么今天呢，我来给大家开这条放在木架房标标准准如假包换了3年的老火腿，看看它的氧化层有多厚，然后切开看看里面的肉质是怎么样的。首先这个火腿它受氧化年份长的氧化严重呢，是从这个骨头三叉骨周围开始氧化的。年份越长，三叉骨周围的氧化程度越严重。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火腿啊，我看了扒拉骨以后，它里面这些骨头啊，都是氧化很严重的，骨髓都成这个大红色的。另外呢，就是一些朋友讲的呀，像我们这个火腿时间长了，它这个肥膘层肯定是呈浅红色，甚至呢没层再好一点呢，像这些地方你直接看不出来是肥肉层了。削了一层以后，它还是这种大红色，这个就是发酵时间长的火腿，它这个肥肉层的颜色。那么像现在我切的这条火腿呢，是一条肥瘦适中型的火腿。切开以后，只要把氧化层去了，它这个肉色是很漂亮的，油润也很好，这些都是油润。另外，宣威火腿从生猪屠宰宰杀腌制火腿到火腿发酵成熟呢，要1年的时间。之后呢，随着发酵的时间越长，它这个氧化层的厚度越厚。氧化层一旦也变厚了，它这个丢头呢就随之增加。到目前为止呢，我建议大家把这个火腿一般就放个1到3年就吃了，不要超过4年啊。4年以上的火腿，它其实就没多少营养了，而且它这个氧化层特别厚，丢头很多，一来不划算，二来没营养。现在市面上我们去收火腿，农户家真正3年的火腿都是很少的，几天收不到1只。我们店里边的3年火腿，大多数呢是靠我们1年累积1年这样积压出来的、团出来的火腿，放个2、3年。三叉骨取开以后，这条火腿就算保存的比较好的。那么像这些呢，它是氧化层很厚，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氧化层啊。3年老火腿，丢头很大，这个是切面，切开有这么厚的氧化层，从背面氧化发霉到前面几乎将就可以吃的地方，大家看一下有这么厚啊，差不多1厘米了，所以说丢头很大的。我们判断火腿的年份，说它是极品火腿呢，要根据火腿的氧化程度、丢头多少，还有它的香味足不足的判断，并不是说这个火腿年份越长，它这个越好。这条火腿啊，是那个农户家挂在火边的。那么像这种火腿，它不是那种烟熏火腿，略带一点这个火焰味。我个人觉得这种火腿是特别好吃的，特别炖出来，在炖着的那个过程中挥发出来的那个香味，与那个不挂在火边的是2回事，轻轻就能闻了辨别出来。那么像这样的筋前呢是偏瘦型的，油润特别好啊。这个火腿切开以后啊，就是这样了，一块红冠，一块中方。那么这种味道，我老婆说是连肉末都是香的。我把这个刮一下，断面层就会很漂亮。这个就是这条火腿切开以后的样子。那么这个3年老腿呢，氧化层已经这么厚了，香味是很足，但是丢头大。所以说，在大家
在挑选火腿的时候，首先啊，一些外省的朋友，别说是3年火腿，就是2年的火腿，吃不惯火腿的人都会觉得这个氧化层接近氧化层的地方吃起来有点哈口。如果说他吃的是3年的火腿，他会觉得更加的哈口。那么像这些朋友呢，建议大家吃那个1年的火腿，1年的就已经发酵成熟了火腿。今天这个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火腿切开以后很漂亮很好那么大家如果对火腿有什么想问的或者不懂的，就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看到以后会给大家做出回复。我是阿俊，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